大家好，这里是阅见成长，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如果你有在投资，我相信你一定有过这种经验。某一段时间，你觉得自己好像突然开窍了，买什么涨什么，朋友开始问你股票，家人开始觉得你很厉害，你甚至会想，投资好像也没那么难。但接下来通常就会出事了。市场一反转，你才发现，原来你之前赚到的可能不是实力，而是运气。我自己在看，投资最重要的是，之前其实也正卡在这个阶段，直到这本书狠狠地把我从我好像很会的幻觉里拉出来。这本书的作者是霍华·马克思，一个你可能不常在媒体看到，但在投资圈地位极高的人。他最有名的不是什么神奇选股法，而是思考方式。而这本书说白了，就是在教你一件事：怎么在市场里活得久一点。一，投资的关键不是资讯，而是第二层思考。书一开始就直接点破多数投资人最大的问题。我们想的太简单了。什么叫简单？就是第一层思考。第一层思考的人会怎么想？这家公司很棒，买，业绩创新高，一定还会涨，大盘在跌，先跑再说，大家都在买，应该不会错。这些想法有错吗？没有，甚至非常合理。问题在于大家都这样想，而投资这件事偏偏不是大家一起做就会成功的游戏。马克思说，真正能创造超额报酬的人靠的是第二层思考。第二层思考不是唱反调，也不是逆向为了逆向，而是多问几个大家没问的问题。例如，如果这家公司真的这么好，为什么现在这个价格还值得我买？市场已经预期了多少好消息？如果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顺，最坏会怎样？现在的价格是反映事实，还是反映情绪？你会发现，第一层思考只看发生了什么，第二层思考看的是这件事早就被算进价格了没？而投资报酬往往就藏在这个差距里。二，投资不是看好未来，而是看价格有没有给你犯错的空间。很多人投资时都在问一句话：你觉得这只股票会不会涨？但马克思会说，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。真正该问的是，现在这个价格值不值得冒这个风险？这就是书中反复强调的核心概念：价格与价值。一家公司可以很棒，但股价还是可能太贵。一家公司看起来很糟，但股价可能已经烂到不合理。投资不是找最好的公司，而是找被低估的价值。而这中间最重要的关键字叫做安全边际。什么意思？简单说就是，就算你看错了，也不要一次就被市场淘汰，因为没有人能永远判断正确。马克思的逻辑很现实，与其追求每次都对，不如设计一个就算错了也不会死的做法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再提醒，付出高于价值的价格几乎注定市场硬仗。三，真正的风险不是波动，而是你不知道自己在冒险。这一段是我认为整本书最震撼，也最值得反复读的地方。我们一般讲到风险，想到的都是什么？股价上下震荡，
短期亏损，账面不好看。但马克思直接说，风险不是波动，风险是永久性损失。也就是说，短期跌一点不一定是风险，真正的风险是你因为看错，撑不住，或价格买太高，最后被迫在最糟的时候出场。更可怕的是，风险通常在大家最安心的时候出现。当市场一片乐观，当大家说这次不一样，当你开始觉得不买好像会错过一辈子，这些往往不是安全的讯号，而是风险正在累积的时刻。优秀的投资人不是靠冒最大风险赚最多钱，而是用比较低的风险拿到跟别人差不多甚至更好的结果。这件事在多头市场里看不出来，但在空头来临时，差距就会一次全部摊开。4. 市场就像钟摆，人性决定它一定会走向极端。书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，市场就像钟摆，它不会永远停在中间，而是来回摆荡在过度乐观与过度悲观之间。问题是，大多数人总是在钟摆快到最极端的时候才跟着跳进去，涨很多了才开始相信未来很美好，跌很深了才确定完蛋了。马克思提醒我们一件事，我们不需要预测钟摆什么时候转向，但一定要知道它现在在哪一边。市场很热的时候别太冲，市场很冷的时候别太怕。你不一定要当那个最早进场的人，但你要避免成为最后一个还没看清现实的人。5. 这本书真正教的其实不只是投资。老实说，我觉得投资最重要的是，表面上是在讲投资，但实际上是在教一种面对不确定性的思考方式。怎么在资讯爆炸时保持冷静？怎么在大家都很笃定时保留怀疑？怎么在犯错时让自己还有机会站起来？这些能力不只用在股市，在人生很多选择上其实都一样。你要不要换工作？要不要创业？要不要投入一个高风险的决定？本质上都是在评估风险是什么？最坏的情况我承不承受得起？我得到的回报值不值得？读后心得：投资最重要的事，真的只有一件吗？书名叫《投资最重要的事》，但你看完会发现，作者其实讲了很多件重要的事。不过，如果要我浓缩成一句话，我会这样说：投资不是比谁最聪明，而是比谁犯错时还能留在场上。当你开始重视风险、价格、情绪与思考层次，你也许不会一夜致富，但你比较不容易一夕归零。而在投资这条路上能够走得久，本身就是一种实力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说书内容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留下你最有感的是书里哪一个观念。我们下本书再一起慢慢聊。